这位朋友，其实以前呢，在前面的表演当中，一直跟大家在分享，农村的生活。今天想和大家说说进了城以后的事儿。掌声欢迎瑞瑞，瑞瑞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瑞，谢谢大家。第4轮，大家写段子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。就这些演员一天什么事也不干了，为了写段就是疯狂的挖自己所有的痛苦经历。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比赛是可以聊点轻松的话题的。我让人绑架过。用道德啊，用道德。因为我楼上有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，这个孩子每天凌晨5点左右在楼上拍球。大家知道凌晨5点是什么概念？我都快睡觉了那个点儿。大家知道睡眠不好对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我是说孩子啊，我1米多已经非常够用了。太难受了，忍不了了。有一天我上楼去找过他们呢，我到那敲门，然后一个大姐开的门。我说大姐，我是你家楼下的，孩子天天这个点拍球太影响我睡觉了。我说我都快神经衰弱了，你能不能管一管？大姐也挺客气，说来你管来。这份信任。有点突然呐。我凌晨5点不睡觉上楼应聘月嫂来了。这个 offer 当时我没有接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就知道理论和吵架是2个不同的概念。我条理清晰的跟他说，我说大姐，咱都是邻居，天天如此确实会影响到我，你稍加管制，有点公德心。大姐说了一个跟整个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，她说你打我。我说咱们是要跳过所有步骤，直接开打是吧？大姐把脑袋递过来说你打我。我都懵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我说不用谢谢，我说就聊就行。但发现真吵不过，真吵不过。比如大姐跟我说，她说孩子这个年纪就这样啊，狗都嫌。希望是我敏感了吧。那时候我已经听不懂人话了。真的，大姐说这话让人特别费解。比如她面目狰狞的跟我说一句话，她说你记住了啊，你也会有孩子的，你的孩子也会有孩子的。就挺好的一句儿孙满堂的祝福啊。好，你说大姐疯狂输出，我已经插不上话了，但她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。她说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？我一个人带孩子我容易吗？朋友们，这话一听完，当时我气势一下就弱了。因为我之前没有去了解过他家具体情况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我真该死啊！我跟人吵什么架呀？我说那孩子的爸爸，他说钓鱼去了。我说我说谁家好人这个点钓鱼啊？他说他嫌吵。最后大姐给我扔下一句说你理解一下吧，关门他就回去了。朋友们太生气了，能理解我那种憋屈吗？我太生气，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我跟她抱怨这个事儿，我说楼上太吵了，没有素质，还骂我。我没想到我妈站对面，她说你为啥不理解人家呀？带孩子不容易，孩子这个年纪就喜欢跑跑跳跳。我说那我这个年纪还就喜欢骂骂咧咧呢。你拿这个劝我，我妈最让我生气的一句话，她说你记住了啊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你们要好好相处。大家听过这句话吧？远亲不如近邻，这个是元代一个叫秦简夫的人发明的。但你要知道，元代是没有小孩搁楼上排球的。如果当年秦简夫家楼上也有个小孩天天5点咣咣排球，秦简夫就不会发明什么远亲不如近邻这种话了，他肯定会发明点什么虽远必诛之类的。真的，他让我理解，我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我理解，但是我不接受，这是俩概念。因为理解不需要成本，但接受需要。
我天天不睡觉坐床上理解他们。定个5点闹钟，早上闹钟一响，打个哈欠，坐在床边抱肩膀开始理解。你看楼上可真不容易啊。他爸还钓鱼去了呢。你说我也不帮人管一管，我还是人吗？然后凌晨5点给我妈打个电话，我说妈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楼上真的非常喂，我妈就挂了。就这个事儿得解决呀。当时我放下了我为数不多的素质，我上网搜了一个东西，应该有朋友听过啊，叫震楼器。当时我想的是我要报仇，上网看了一眼，好了得600多，我说10年不晚吧。然后我就采用了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，我也买了个球，一个小篮球。朋友们，这个仇怎么报？就得用80K 的报。啊？什么 ？basketball 篮球？这叫什么？以暴制暴。朋友们，这个是我入行5年以来写过最有文化的一个梗了。当时我凌晨4点下的单，4点半就给我送到了，如此快速怎么实现？美团闪购才是答案。这钱算咱们一块挣的，你说一个。他不是凌晨5点往下拍球吗？我4点半往上扔球。朋友们，这个报复方式有点累。它属于伤敌1000自损800那系列的，因为你每次不仅要保证力度，你还得保证能接住。你要是没接住，楼下就上来了。那不成伤敌1000自损1600了吗？但是我想过应对方式，比如楼下真上来找我砸门说你干什么？你小点声。我说你信不信？不是我拍的，但我知道是谁拍的，我带你去看看。然后一边上楼一边给他分配任务。我说一会儿啊，大姐会有2个诉求。我呢负责管孩子。那我呢？我说你动手能力强不强？真的，我觉得现在生活很累了，每天有那么多事要理解。朋友们知道吗？当你不顾自己的感受，一味的理解别人，过度理解是一种病，叫 GDLG。过度理解的首拼呢，就是。就你想想，生活中但凡用到理解这个词儿，就已经注定不是一件好事了。我没看过任何好事让别人理解的。你说我们比赛站几个观众说我们要给你投300票，你理解一下吧，很好理解。然后你通知我们说下一轮张绍刚老师有事来不了了，大家理解一下吧，很好理解。这块是因为写不出来了，张老师你理解一下吧。我是觉得理解这个词儿放哪儿都不好听，为了让大家理解说理解这个词儿有多不好听，给大家举个例子。你比如说我们的领校员李宇春老师，咱们管李宇春老师叫春春多可爱呀，你管他叫理解好听吗？也好听，叫什么都好听。我是觉得你能自发主动理解别人是件了不起的事儿，但是咱们的感受也同样重要。如果大家觉得什么时候违背自己意愿了，可以说出那句话，就是我理解，但是我不接受。这句话没好使，你可以试试另一句，你打我呀！感谢大家。对，真好，瑞瑞，太稳了太稳了真好。来，瑞瑞锁票倒计时。冠军，冠军，冠军！
哎，瑞瑞，你觉不觉得，因为你上一季参加的时候，就是感觉刮风下雨的，对，非常的坎坷。然后到了这一季，连续这几期都是的太厉害了。就是我觉得可能对这个舞台会更加适应吧，因为登上这个舞台的次数多了，然后这一轮就选择这么一个特别想说的一个事儿吧。这事儿很小，但是我想把它聊出来，也怕是没有机会讲了嘛，不是？这是之前打磨了很久的本子吗？对，这个是很早写过一个大概的一个基础结构，然后当时它这一篇的质量是非常不够的，然后这一轮是拿出来跟编剧们老师们一起再去打磨，然后打磨到现在这个样，就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，我非常喜欢这个段子。很完整啊。李姐，你最喜欢的就是李姐的那部分，不要脸。就他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受，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财务叫李姐，所以他一说这个我就特别有画面，就是说春春就是我，然后说李姐我就有李姐的形象。理解啊，李姐表示理解。哎，鲁豫，你刚才说过，在你脑子里面冠军有5、6个人，有他吗？说句实话，之前没有，但到现在开始，我这个名单已经开始变大了。上一季，我觉得瑞瑞是属于你还没有看到他的那个特别鲜明的形象，然后这一季开始发生了很神奇的质的变化。对，我在网上听了一段瑞瑞跟几个人讲的一个群口的一个播客，他非常棒。你知道，在群口的播客当中，他的那种节奏描述的生动，然后那种没有一个包袱能够掉地上。他讲了他自己当年做婚礼主持人，非常的有趣。我想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一段一段这种现场的磨练，所以他在舞台上这种节奏非常有大将风范。是的，冠军相有冠军相了。对，有冠军相，因为他那个本子精妙的同时，它中间有很多是要留足气口或那个节奏全对了才行，要不然中间有些梗就掉了。对，但是没有一个是出错的，而且特别从容，有时候有特别长的停顿，然后我们想一想，忍不住就开始鼓掌了，并不是说礼貌性的鼓掌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表演也是完美的，不光是文本精妙，表演也是非常完美的。日常生活里面就这种小事儿，我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，但是就这么点小事儿，让瑞瑞真的说到了活灵活现的程度。是。来，海源老师怎么评价这个文本？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其实瑞瑞是好几年前就来过效果的训练营，然后从那以后，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踏踏实实的打磨他的文本。瑞瑞是一个非常非常踏实用功的演员，大家可能看到他今年是横空出世的，但是他是一名非常用功的，不用那些其他花里胡哨任何的那些技巧，踏实的打磨文本的演员，而且他表演也很稳。刚才程璐也说，他的节奏控得特别的好，所以我觉得瑞瑞今年能获得大家的认可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他付出得到的回报。海源那个花里胡哨是指谁啊？就知道得挑这个，老师总是这个给你玩一个。花里胡哨是张绍刚老师的西服，好吧？我自己。再次掌声送给瑞瑞，谢谢老师。高寒再次回到台上，预测一下，大老师预测一下。高寒赢了。我觉得他俩应该会很接近，5分以内吧，反正就是。我觉得应该瑞瑞高。来看一看，二位有几分的差距？俩意难平，今年都平了，这我的天哪，是不是就差这么一点儿？瑞瑞291的高票，这说明什么？瑞瑞，你有一种体质，一定要和最强的拼。所以瑞瑞对进入到待定区，高寒继续等候。他还是要强，好死了，太强了。瑞瑞特别像，他这个笑话开始说了，就是一个 NBA 明星慢动作要开始扣那个大灌篮了，你就眼睁睁看着这个笑话，肯定不止这样，最终扣那一下肯定还有更精彩的。
然后他果然到那时候，砰一下一扣，你就知道他不能让你失望。他每说这前面铺了些东西，后边一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，他每次都扣得特准。我觉得瑞瑞是特别棒的，我特别替他开心。前3轮都讲的是大概自己的农村的生活。他说我求你了，咱俩回农村生活吧。我说我努力30多年出来接你来了。这一轮，他告诉你，我抛开那个话题，我也能创作，硬实力的展示，直接给你看我什么话题都能写好。我之前学婚礼主持，我做了7年，就属于半死不拉活的，也挣不着钱，就硬挺着干。什么穿搭，什么头型，什么也不知道，还特别胖。我之前180多斤，就是还是形象和气质的问题，没有人喜欢。你唯一能被大家看到的地方，可能就是在舞台上，大家会目光聚焦吧。所以就不停地找上台的机会，但是都是自己从网上学的那些三脚猫的小片段什么的，然后上去硬演。啥也不说了，都在酒里。祝吉时吉日喜如风，我这丰年丰月如风增，那么增福增财增长寿，寿山寿海寿长生，生财生福生贵子，那么子孝孙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，那么有财有势有钱成。